这里就是潭州村民委员会啊。就你看这些村民的房子啊，一栋一栋的啊，就是最大程度的利用他们的宅基地。这里是东路大元帅红巾军首领何六塑像，这是欧式宗祠。你看啊，这条街就是欢迎来到时光98街。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开车在佛山的城村那里转转啊。因为其实也是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个梦想改造家的项目啊。就这个项目呢，它是由广州的一个设计师叫梁穗明，一位女的设计师，我们也挺喜欢看她设计的房子的啊。它呢就是在顺德城村啊边上有个叫潭州的地方，有个村庄叫潭村。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老房子，由它进行了一番的改造，还是相当不错啊。因为我们感觉它也是本地人啊，深谙这些岭南文化的精髓，所以呢它有很多，比方说四水归塘、开枝散叶啊、平步青云等等这种寓意吉祥的说法啊，就是非常岭南文化的这些元素啊，就设计在房子里面啊，就感觉设计的相当不错。那我就到这个附近来转转啊。其实现在应该就是在这个潭村的村里了啊，但当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设计的房子在哪，但是就在这里散散步啊，就骑车随便转转，就我觉得也是可以体验到岭南文化，还有这边的居民们的生活的状态等等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这边呢也是有条河川，这个叫杨家桥，这是一座小桥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地方村民的房子虽然都走的是越来越现实的路线啊，就是往上垒，增加一些居住的空间，现在可以出租一些房子啊。基本上已经没有岭南文化的元素了，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。你看啊，像左侧还留下的一个老房子，就是以前的这种岭南应该有一定的当地文化元素的房子啊，现在已经显得非常的低矮残旧。所以如果要重新改建的话呢，基本上不可能按照以前的样貌了，因为以前那些房子啊，层高太低，所以不符合现代人的这种住房的需求了。这个地方看来也必须得要有更多的改造了。这里有一条小河冲，这个河冲的水啊，我看都不大干净啊。我今天在查地图的时候看到，这个潭村里面应该有主要的两大姓，一个呢是姓欧的，第二个呢就是姓何的。看右侧这个小村边还保留着一些老房子啊，左侧也有一些老的砖墙。这里应该就是他们村中的道路了。
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啊，就是在这些老村老街里面随意的走走。这里就是潭州村民委员会啊，你看啊，这里还有个党宣服务中心。这是以前呢是一个老村，慢慢的就变成了市井之地了，因为这边呢也都在发展，很多地方呢都成了新的区域了。这里好像又有一条小河川，这小河川还挺多的。一不小心我已经转到了接近大街的地方了。这可能就是我刚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啊，门前那条大马路，对面呢就是花卉世界。城村最有名的花卉世界呢，就在我的左前方。看来我还是再回到村里去骑行一下啊。我已经看到了前面有一些祠堂，不知道是不是欧姓人家的祠堂呢？这个祠堂保存的还完好啊，看上去相当不错。还有一位古代的官员，居然骑着高大的马，这样的一个雕塑，想必是这边的前辈吧。哦，原来这是一座河公祠啊。看来里面也挺宽敞的。门前呢也有一个小的水塘。哦，这里是东路大元帅红巾军首领何六塑像，反清复明的一位勇士啊，所以塑了这么一个像。所以这个边上还专门搞了一个鹤洞帅府庙，可能就是纪念这位何姓前辈的啊。但是边上都是越建越高的村民的楼房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到村里去逛逛。
大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啊，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建的这些房子。这些房子呢，真的没有什么特色。川边的马路呢，看上去真的没有完全修缮啊。我右侧的一条河中呢，也是都是杂物，看上去不是很美。但是我还是得骑回村里去啊。你看这个河川啊，一条连着一条，互相都是通的啊。这边又有一个河公祠，潭溪河公祠。看来这边姓何的人家还是挺多的。这边有一个他们河边的休息的小地方啊。我们来看看，我相信这里都是老百姓经常会到这边坐休闲的地方。就你看这些村民的房子啊，一栋一栋的，就是最大程度的利用他们的宅基地，尽可能的在国家的规定的范围之内往上起。一般都是4层，但有些呢，我看有5楼，甚至还有平台啊，都是这样的一种房子。对面是一个潭州社区警务室。好，我们在轨道里面去转转。刚刚我是不是开车就这么来到这里面的？这条村里啊，有很多条小河村，四通八达的，所以这些房子都沿着这些河道建的。这边应该是到了欧信安江的地方了。
到了这边呢，好像就来到了我刚刚出发的地方了。在附近去转转。这边呢，应该是另一片的这种村头地带啊。这个河川也做了一些美化，然后呢，也修复了一些街区，做了一些微改造。应该是在这条河的里面，我去转转。这条路叫祁门一路。哦，原来就这里了，时光酒吧街。就是把以前的一些，就我们小时候还有记忆的这种老物件，排列在一座像塔一样的建筑物上面，就让人感觉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去参观一下。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当地的村民还是在想一些办法，来让他们的家乡的面貌有一种比较新的表现吧。你看，包括左侧的这些河川也在进行整理。这边呢，应该是一个小的公园啊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他们也保留着一些以前的房子吧。我们进去走走看看。前街三巷的边上有一座，应该也是祠堂吧。这是欧式宗祠，潭州欧式宗祠是这样子的。门前呢也是写着欧姓人大家的一些捐助记录。这个祠堂呢，就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高大上，但是也是鲜明以前的一个源远流长的证据啊。你看啊，这边还是做了一些带有60、70年代文化特色的装修。潭州音像店啊，就是往日的时光，就那段历史吧。你看啊，这里以前的照相馆之类的。你看啊，这条街就是欢迎来到时光酒吧街，挺好玩的吧？潭州，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啊！
为中华崛起而读书，那这都是当年那些口号。哎，看在哪个地方忘记了。老房子，右侧尚未修缮的老房子，挺有意思的，有种时光倒流的触觉。右侧还有一个春年广场。有鬼個白龍啊！當家大都官。我在这个潭村里面已经转了一大圈了，竟然没有碰到一座被梦想改造家改造过的旧房子。不知道我走的方向不对呢，还是这个村太大，我没有逛到。我在村里来回左右的骑了一圈，也没有找到那一家被梦想改造家这个节目组改造的房子。那遇不到就算了，我们只是在它的周围走走而已，领略一下岭南的古村的大貌。这里刚才看到有不少的祠堂啊，主要就像我说的，一个是欧姓祠堂，一个呢就是何姓的祠堂。好，现在呢我就准备在这个应该叫登州的区域吧，这边的汽车逛圈啊。现在我来到一条大街，叫秀浦山路，我们往前走走看啊。
这个地方呢，我在地图上看到啊，应该是2条江的交汇处，一条呢是潭州水道，另外一条呢是东平水道啊。相交的地方呢，就是佛山新城，应该就是我前面看到的高楼的地方了。感觉这边有一条绿道啊，看看能不能骑到河边去呢？这条已经滨江大道了。